你有没有遇过一种让人超级崩溃，甚至会开始怀疑人生的网络噩梦？你们公司的网络表面上看起来健康的不得了，所有监控灯号都在闪，绿油油的一片，对吧？但是，当使用者要打开一个网页或者登录系统的时候，画面就是死活出不来，一直转圈圈，完全载入失败。这到底是什么鬼情况？这其实就是一种半死不活的局部连线异常。今天这份深入解析，我们就要带大家一步步拆解这个隐藏在完美数据背后的幽灵连线之谜。你想想，使用者气急败坏地打来报修，你第一时间通常会做什么？没错，马上打开命令提示字元，敲下我们最信任的 ping 指令。结果荧幕显示什么？回应时间超快，掉包率0%，哇，网络明明就通畅无阻啊！可是呢，使用者的应用程式就是随即崩溃，网页进度条永远卡在那个绝望的0%。所以，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手上的诊断工具告诉我们一切完美，但真实的使用体验却是一场灾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开的核心谜团。要搞懂这个现象，我们可以把网络想象成我们人体的血管。现在这条血管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悄悄地变窄了。你想想看，我们平常把 ping 指令送出的封包大概只有32 bytes， 对吧？它就像一个超级迷你的微型信封，在这个变窄的血管里，小信封当然能轻轻松松溜过去，畅行无阻。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测试永远显示零丢包。可是，当使用者要打开网页，交换一对安全凭证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应用程式会发出一个高达1500 bytes 的巨大包裹。这个大家伙一开进那条变窄的马路，下场只有一个：狠狠地撞墙，彻底卡死。那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想，不对啊，网络协定不是很聪明吗？撞墙了，难道不会自我修正？没错，本来是有一个安全网的。正常情况下，当路由器遇到这种塞不过去的巨大包裹，它会先把它丢掉，然后很好心地发送一个 ICMP 警告给发送端，跟他说：前面通道限高哦，麻烦你把包裹切小一点再送过来。但最关键的致命伤就在这里，这个安全网破掉了。在现在这个资安至上的大环境里，企业防火墙或者是云端防护，为了防止 DDoS 攻击，常常会直接把这些 ICMP 警告讯号给狠狠地挡在门外。这下好了，发送端完全变成瞎子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包裹在半路上撞毁了，他只知道对方一直没回应，所以他能怎么办？只能疯狂地不断地在原地重传。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网页会无休止地在那边转圈圈，最后直接死给你看。我们现在必须把手术刀切得更深一点，来看看到底为什么原本好好的网络血管会突然变窄呢？这其实是一场迈向灾难的倒数计时。当你的封包离开公司大门，它就像那个俄罗斯娃娃一样，开始被强迫穿上一层又一层的外衣。你看哦，为了走光纤传输， GPON 技术先吃掉了5 bytes， 然后电信商为了切分流量加上 VLAN 标签，又吃掉了4 bytes。如果你是用拨接线路， PPPoE 再咬掉8 bytes， 等等，还没完哦。如果你们公司为了安全用了 IPsec VPN 或者是 SD-WAN 那个加密的标头，会毫不留情的一口气吞掉大约60 bytes 的空间。这些层层叠叠的封装就这样无情的一点一滴的啃噬掉你那原本就不够宽敞的传输空间。所以啦，这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这个至关重要的 MTU， 也就是最大传输单元。以前我们读教科书的时候，上面都说标准以太网路的 MTU 是1500 bytes， 对吧？但是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俄罗斯套娃的真实世界里，真正的实体极限早就掉到1400 bytes 以下了。如果你的电脑或者是防火墙现在还死守着1500这个数字不放，那你发出去的每一个大封包，绝对都注定要在半路上粉身碎骨。懂了原理之后，我们就要来实战咯。我们查修网路当然不能靠通灵，对吧？我们必须依靠科学实测，来精准找出这条血管真正的限高临界点。在 Windows 系统里面，我们可以加上 -F 代表不可分片，还有 -L 指定长度的参数，来做个压力测试。为什么我们要从1472这个数字开始测试呢？其实是因为在网路第三层 IP 标头跟 ICMP 标头固定就会占用掉28 bytes， 所以你算一下，1472加上28，刚好就是教科书上写的极限值1500。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天花板开始往下测。
整个测试过程，我们通常会用2分搜寻法。当你打出1472送出去的时候，如果血管真的收窄了，系统马上会跳错误跟你说封包需要分片，这时候你就知道，好，1500这条路行不通了。接着呢，你就开始像下楼梯一样，把数字慢慢往下调，1460啦，1450啦，一路往下试，一直试到什么时候？直到画面出现稳定的成功回复为止。那个能顺利通过的最高数字，记得再加上28百次。没错，那才是你这条网路真实存在的 MTU 极限。不过，老实说，在每天忙得要命的商业网络环境里，你总不想天天跟电信商玩这种猜数字游戏吧？所以，这里直接教给大家一个保命数字：1400。我们通常会在边界防火墙上设定 MSS clamping， 强制把 TCP 最大分段大小限制在1360。这对应过来的 MTU 正好就是1400，意思就是我们主动退一步，砍掉了100 bytes 的空间，把知识空间留给外面那些脏乱的线路去挥霍。不管电信商怎么封装，你的封包总长度永远都不会撞破那个实体的限高天花板。来到最后，现在硬体设备越来越强大，频宽越来越宽，但为什么我们反而更常遇到 MTU 翻车的问题？其实正是因为科技的大跃进，反而埋下了更多的隐形地雷。你看以前旧时代，电信商用 MPLS 标签，顶多也就吃掉8 bytes。但现在呢，为了无缝连接公有云，我们用了 VXLAN 虚拟化，封包一上路就先被吞掉50 bytes。然后全球电信商为了自动化路由，现在都在推 SRv6 技术，这玩意儿直接把你的封包塞进超巨大的 IPv6 标头里面，随便一搞又吃掉40到80 bytes。这些所谓的科技进步，说穿了就是在强迫你的封包穿上一件又一件极度厚重的防弹衣，把原本就少得可怜的载货空间给压榨得一点不剩。所以，在这个各种新技术盲目叠加、底层线路脏乱又臃肿的疯狂时代，你觉得盲目追求高效能硬体真的能带来网络韧性吗？希望今天这份深入的解析能帮大家彻底扫除网络维运上的隐形盲区。我们下次见。